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，简直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离谱的相亲案例了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但我作为一个从业10几年的红娘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这就是发生在深圳的一个真实故事，关于一个夜店美女和一个高富帅的相亲过程，这结局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去年年底我接到一个女孩子的电话，她自我介绍叫小雅，今年27岁，在深圳某知名夜店做领台。一开始我是有点犹豫的，毕竟我们平台主要做的是白领、公务员这类相对传统稳定的人群。但是听完小雅的自述，我改变了想法。丽姐，我知道你可能对我的工作有偏见，但我真的是单纯为了赚钱才去夜店上班的。我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，没什么文化，但我懂事，也有上进心。我每个月除了给家里寄钱，都在存钱和学习护肤美容知识，希望以后能开一家自己的美容院。小雅在电话里说的诚恳，声音也很甜美，我一听心里就有点心疼这个姑娘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啊，外表光鲜，内心却很苦。小雅继续说，我在夜店工作5年了，见过太多乱七八糟的人和事，我真的好想找个踏实稳定的男朋友，组建一个温馨的家庭。我知道自己条件可能不太好，但我真的会很珍惜一段感情。听她这么说，我决定帮她一把。我问了她的条件，那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？丽姐，我不敢有太多要求，只要人品好，有正当工作，不嫌弃我的工作和学历，能接受我的过去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当然，如果经济条件好一点就更好了，这样我可以早点辞职，专心开美容院。小雅回答得很实在，我给她做了详细登记，拍了照片。不得不说，小雅长得确实很漂亮，1.65米的身高，48公斤，大眼睛高鼻梁，皮肤白皙水嫩，身材也很好。这样的外形条件在我们平台绝对是顶尖的。正好前几天有个男客户王总找我说想找个漂亮女孩子，要求年龄不超过30，外形好看就行，学历工作都无所谓。王总今年35岁，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，公司刚完成 B 轮融资，身价过亿，人长得也帅，1.8米的大高个，平时喜欢健身，身材很棒，就是工作太忙，一直没时间找女朋友。我觉得这俩人挺合适的，小雅想找条件好的，王总想找漂亮的，简直是天作之合嘛。于是我赶紧联系王总，把小雅的情况和照片发给他看。王总一看小雅的照片，立马来了兴趣，哇，这姑娘长得真不错啊，在夜店工作没关系，我不介意，人漂亮就行。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？安排好了见面时间和地点后，我特意叮嘱小雅，小雅啊，第一次见面很重要，你要打扮得优雅一点，不要太夜店风格，说话也要得体一些。小雅很乖巧地答应了，知道了，丽姐，我会注意的。见面那天，我选了深圳湾一家高档餐厅，我提前到了，看见王总已经在那里等了。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蓝色西装，手腕上戴着百达翡丽，一看就是个成功人士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雅姗姗来迟，我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啊！小雅穿了一条超短的亮片裙，上衣是露脐装，妆容浓得不行，满头的大波浪，还画了夸张的眼线，浑身上下散发着浓浓的夜店风。我心里一沉，完了完了，第一印象就搞砸了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小雅一进门，看到王总后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。她几乎是小跑着到了王总面前，二话不说就坐到了王总旁边，还主动挽起了王总的胳膊，娇滴滴地说：“哎呀，王总，久仰大名啦！没想到本人比照片还要帅气。”我瞬间石化了，这是什么操作啊？平时我千叮咛万嘱咐的礼仪全忘了。王总明显也有点懵，但很快就礼貌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好，小雅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饭桌上，小雅表现得异常活跃，甚至可以说是过分热情了。她不停地给王总倒酒，还主动碰杯，动不动就靠在王总肩膀上，说话时还时不时摸王总的手臂。我坐在旁边，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这完全不是我教他的相亲礼仪呀！最离谱的是，他居然直接问王总：“王总，听丽姐说你身价过亿哦，开什么车啊？住在哪个小区啊？”我赶紧打圆场，
小雅，这些问题不太合适吧？小雅却不以为然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丽姐，我们不是来相亲的吗？了解基本情况不是很正常吗？王总虽然脸上还是保持着微笑，但我能感觉到他有点不自在了。他礼貌地回答了小雅的问题，说自己开保时捷，住在深圳湾1号。小雅一听，眼睛都放光了。哇，深圳湾1号，那不是均价20万一平吗？王总，你家里有多少平啊？这时候我真的想找借口溜走了。这姑娘怎么这么直接啊？简直是赤裸裸地问人家资产啊！但王总还是很有绅士风度，并没有表现出不满，只是简单回答说150平左右。接下来的晚餐中，小雅的举动越来越出格，她不停地往王总碗里夹菜，还主动喂王总吃东西。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却表现得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。更过分的是，她居然开始讲一些夜店里的暧昧八卦，还时不时地用一些挑逗的眼神看着王总。我在旁边简直坐如针毡，这完全不是我所期望的相亲见面啊！正常的相亲不应该是互相了解，聊聊人生观、价值观吗？小雅这是把相亲当成猎艳了啊！就在我想着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灾难时，小雅突然站起来说要去洗手间。她一离开，我立刻向王总道歉。王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小雅可能有点紧张，表现得不太得体。谁知道王总却笑了笑说，没关系，小雅挺有个性的，我挺喜欢她的直率。这话让我有点意外，但也松了一口气。看来王总并没有被小雅的行为吓到，反而欣赏她的坦率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，毕竟小雅的举止确实太过火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小雅回来后，情况变得更加离谱。她直接换了座位，坐到了王总的大腿上。我的天啊，这简直是突破了相亲的底线啊！我赶紧站起来，想把小雅拉开，但她却死死抱住王总的脖子，撒娇道，王总，你身材这么好，坐在你腿上感觉超级舒服的。王总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，既有些尴尬，又似乎有点享受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。餐厅里其他客人都向我们这桌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小雅，你这样太不礼貌了，快下来！我严厉地低声提醒她。有什么不礼貌的吗？我们不是很投缘吗？小雅不但没有下来的意思，反而转头对王总说，王总，你不会介意吧？王总虽然表面上保持着绅士风度，但我看得出他也很尴尬。他轻轻拖着小雅的腰，示意她起来。小雅，我们还是按规矩来吧，毕竟是在公共场合。小雅这才不情不愿地坐回自己的位置，但她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。接下来的晚餐，她不断向王总表白她有多么喜欢他，甚至开始规划起了未来。王总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想住在海边，如果我们在一起了，我们就住你深圳湾的房子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每天给你做饭、按摩，你累了我就陪你看电影，开心了我们就一起出去玩。你看这样多好啊！我简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这哪是相亲啊，这分明是赤裸裸的表达我要傍大款的决心啊！可王总居然还是笑眯眯的听着，时不时点点头，这让我更加摸不着头脑了。晚餐结束后，我本想着赶紧送小雅回家画上句号，没想到小雅却突然提议，要不我们去酒吧喝一杯吧？我知道附近有家超棒的酒吧，我立刻否决，不行不行，时间不早了，大家都该回家了。但王总却出人意料地说，好啊，正好我也想放松一下。丽姐，你要一起来吗？我真是哭笑不得，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？一个比一个奇怪。但作为红娘，我又不能丢下他们不管，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去了酒吧。酒吧里，小雅瞬间就像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一样，整个人光芒四射起来。她点了好几杯鸡尾酒，不停地跟王总碰杯，还拉着王总的手去舞池跳舞。我坐在卡座上，看着他们在舞池中贴身热舞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安排的相亲。跳完舞回来后，小雅的脸因为酒精和运动变得通红，她直接抱住王总的胳膊，在他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王总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，然后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小雅，最后对我说，丽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小雅回家吧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，这明显是下逐客令啊！我是红娘，我怎么能让初次见面的两个人单独离开呢？这不符合规矩啊！
但小雅已经开始收拾包包，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。不行，我得送小雅回家。我坚持道，丽姐，你放心啦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再说有王总在，超安全的。小雅眨着眼睛说，我看向王总，希望他能理解我的职业操守。没想到王总却说，丽姐，你辛苦了一晚上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保证安全送小雅回家。我还想坚持，但小雅已经拉着王总往外走了。眼看着两人要走远，我只好追上去，坚决表示我要一起去。最后我们3个人一起上了王总的车，在车上气氛变得更加诡异，小雅几乎整个人都贴在王总身上，还不时地对他耳语。王总的表情越来越奇怪，时而尴尬，时而享受。我坐在后排，简直想立刻跳车逃走。到了小雅家楼下，我以为终于要结束这场闹剧了，谁知小雅一下车就对王总说，王总，要不要上来坐坐啊？我煮了花椒汤，特别滋补的。我当场就炸了，小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一次见面就邀请人家上楼，太不像话了。小雅却撇撇嘴，丽姐，你也太老土了吧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2个成年人互相有好感，多了解了解有什么不对？王总也有点为难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小雅，最后居然同意了，那就上去坐一会儿吧，尝尝小雅的花椒汤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王总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就这么被小雅的美色冲昏了头脑？我坚决表示我也要一起上去。小雅不满意的撅起嘴，但也无法拒绝。小雅住在一个普通小区的2室1厅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，还挺温馨的。进门后，她立刻去厨房热汤，我和王总就坐在客厅里。我趁机低声对王总说，王总，你可不能乱来啊，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很不合适。王总笑了笑，说，丽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觉得小雅这人挺有意思的，想多了解一下。这时小雅端着汤从厨房出来，她居然已经换了一件吊带睡裙。我的妈呀，这姑娘简直是赤裸裸的在勾引人啊！我赶紧站起来说我要去厕所，顺便把小雅拉到一边，严肃地说，小雅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，你把相亲当什么了？小雅却满不在乎，丽姐，我是真的很喜欢王总啊，你看他多好啊，帅气，有钱，还有绅士风度。容易，我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么好的男人，当然要抓住机会啊！我无语至极，喜欢一个人不是这样表现的，你这样只会让他觉得你很随便。随便怎么了？我是真心喜欢他呀！小雅撒娇道。再说了，在夜店工作这么久，我见过太多虚伪的人和事，我就喜欢真实一点，喜欢就是喜欢，想要就是想要。有什么不好？我真的拿他没办法，只好回到客厅，打算喝完汤就赶紧结束这场闹剧。小雅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汤，自己却直接挨着王总坐下，还不时地给王总擦嘴角。我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快速喝完汤后，就说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家了。王总也站起来准备离开，小雅却一把拉住他的手，王总，你就不能多待会儿吗？我们都还没好好聊呢。王总看了看手表，有些为难地说，确实有点晚了，改天吧。小雅撅着嘴，一脸不高兴，但也没再强求。我们3个人一起下楼，王总开车先送我回家，然后再送小雅。我坚决不同意让他们单独相处，这一点我必须把握住职业底线。回家后，我以为这场闹剧就此告一段落了。第2天，我给王总打电话，想道歉并了解他的感受，谁知道王总却说，丽姐，我觉得小雅挺好的，我们聊得很投机，我想再见她一面。我惊呆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王总不但没有被小雅的浮夸表现吓跑，反而还想继续发展。我试探着问，王总，你不觉得小雅有点太主动了吗？丽姐，你不懂啊。王总在电话里笑着说，现在这社会，遇到一个真性情的姑娘，小雅虽然有点直接，但她至少是真实的，不像其他女孩子那么做作，我反而欣赏她这一点。我听完简直目瞪口呆，这是什么神奇的思路啊？小雅那种近乎疯狂的倒贴行为，居然被她解读成真性情。我不确定王总是真的欣赏小雅的性格，还是单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。但既然当事人都愿意继续，我这个红娘也只能顺其自然了。几天后，我联系小雅了解情况，她兴奋地告诉我，丽姐，我跟王总简直太配了，这几天我们天天见面，他对我超好的，
昨天还带我去看了他的公司，好大好气派啊。晚上我们一起去吃了日料，一顿饭花了好几千呢。我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天的约会经历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。小雅似乎只关注王总的物质条件，一直在说王总送了他什么礼物，带他去了什么高档场所，却很少提及两人之间的精神交流。小雅，除了这些，你们有没有聊一些更深入的话题，比如人生观、价值观之类的？我试探着问。啊，那些有什么好聊的？小雅疑惑地反问。我们开心就好啦，王总人超好的，昨天还说要给我买一辆车呢。我无语了，这哪里是在谈恋爱啊，分明是在演《非诚勿扰》里的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啊。但既然两个人都觉得合适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又过了1个月，小雅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声音异常兴奋。丽姐，王总向我求婚了，他说要娶我。什么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才认识多久啊，就要结婚了，一见钟情不行啊。小雅得意地说，王总说他这辈子没遇到过像我这么真实的女孩，他说他爱死我了。丽姐，我明天就要搬去他家住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家那个大平层简直太豪华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总觉得事情发展得太快了，不太对劲。但小雅明显沉浸在幸福中，完全听不进任何建议，我只好叮嘱她，小雅，不管怎样，结婚是大事，一定要慎重考虑。如果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放心啦，丽姐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小雅信心满满的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雅时不时会发一些豪宅美食的照片给我，俨然一副豪门阔太的样子。她还告诉我，已经辞掉了夜店的工作，开始筹备开美容院的事宜。王总已经答应投资了，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，我心里的担忧也逐渐减轻了。直到3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收到小雅的微信，只有简短的一句话：丽姐，我被骗了。我立刻给她打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小雅声音沙哑，明显是哭过的。丽姐，王总他根本不是什么公司老板，那个豪宅也不是他的。我惊呆了，怎么回事？小雅哽咽着说，那天我在他的电脑上偶然发现了一些文件，才知道他根本就是个高级销售，豪宅是租的，豪车是租的，连名表都是高仿的。他根本没有什么上市公司，那天带我去参观的办公室是他朋友借给他摆拍的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王总居然是个骗子，但这不可能啊！我们平台有严格的资质审核，王总提供的所有证明材料都经过了核实。小雅，你确定吗？会不会是误会？我试探着问。丽姐，我亲眼所见，那些财产证明、公司资料全是伪造的。前天我质问他，他才承认他是专门骗夜店女孩的。他以为我会贪图他的钱财，没想到我真的爱上他了。小雅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几乎听不见了。我心里一沉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平台的审核系统出了大问题。我赶紧去查王总的资料，发现确实有很多疑点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发现平台上好几个客户都收到过他的邀约。我立刻向公司报告并报了警。经过警方调查，这个王总确实是个惯犯，专门以高富帅的身份接近夜店女孩，骗取感情和钱财。他如此大费周章的伪造身份，就是为了通过正规相亲平台接触更多目标。而最让我痛心的是小雅的后续。那天她哭着告诉我，丽姐，我把所有积蓄都给他了，我这几年在夜店攒的200多万，全部投进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美容院项目，现在他人都不见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小雅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把钱给他啊？我难以置信地问。我以为他是真的爱我，小雅的声音充满了绝望。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，可以过上我梦想中的生活。我沉默了，这哪里是相亲造就的姻缘，分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啊！小雅虽然当初表现得浮夸轻浮，但她骨子里还是渴望爱情和安稳的生活，这份真心却被人利用了。事后我深刻反思这个案例，小雅一开始的倒贴行为确实不妥，但王总利用她的虚荣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精心设计了一场骗局，这更是可恶至极。而我作为红娘，也有责任核实客户身份的真实性，保障平台安全。这个教训让我痛定思痛，
我们平台从此加强了审核机制，引入了更严格的身份验证系统。而小雅在经历了这次打击后，她告诉我，她要回老家静养一段时间，重新思考人生。半年后，小雅再次联系我，告诉我她在老家开了一家小小的美甲店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生意还不错。她说她不再幻想一夜暴富，也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嫁入豪门上，而是脚踏实地的经营自己的小事业，慢慢积累。丽姐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心，我现在想通了，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外部的物质条件，而是内心的踏实和满足。如果有缘分，我希望能遇到一个普通但真诚的男孩，一起简简单单的生活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特别欣慰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爱情面前，无论是倒贴还是高冷，都不如真诚和理性来的重要。金钱和外表可能会让人短暂动心，但只有真实的感情和共同的价值观才能长久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通过小雅的故事，丽姐想告诉大家，相亲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，不要被表面的光鲜亮丽所迷惑，也不要急于展示自己的好感。真正的缘分需要时间去检验，真心的爱情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也希望小雅能在未来遇到真正疼爱她的那个人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